扯皮到天上去。講白了，他們有1億元的保密條款，2個人都沒在管的啦，就代表一件事情，兩邊对情感都有他的怨念，他们又换算成数字，感情是无法被量化的。情勒就是冷暴力，情勒这種東西它也是一種家暴樣態，無論是夫妻或者是情侶、親子之間，都是需要溝通。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會離婚哦，都有一個軌跡的存在。為什麼一開始大家都還是說好話？而且畢竟曾經是第一家庭嘛，所以他們應該照理說也是要有偶包的。可是現在看起來是偶包全部都撕了，變得蠻八點檔的。其實很多第一家庭都有很大的問題，古今中外都一樣，豪門也好，或是皇族也好，或者是這個權貴都好，在家庭裡面是不容易的，任何人都不容易，所以一定會有很多磨。但是到敢這樣子開誠布公，我覺得前面一個我看過的哈利王子他們家又不太一樣的故事哦。哈利王子無論如何還是經過包裝的，就哈利跟梅根的故事。但我覺得陳信妤跟趙建明的事情是已經不加 censor 了，就是不演了，不保留，撕給大家看。我也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前第一家庭。覺得看這一場大秀的背後，因為大家一開始是因為好奇的吃瓜嘛，其實是很喜歡吃爛瓜。借這個討論可以聊出一些當代社會的一些問題，看他們的那個樣態，他們第一家庭沒錯，但是他們其實是一個很經典、通用性質的檢討。你覺得這一局趙建明跟陳信妤誰對誰錯？或你站哪一邊？當然，如果站在女性立場，我當然會覺得，陳信妤被冷暴力了2年。其實冷暴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覺得冷暴力比暴力更可怕，暴力都不對，暴力是对当場要出死的，对，就是如果你是肢體暴力的話，那是当下很糟糕、很糟糕的行為。但是冷暴力是一個持續性的傷害，我覺得冷暴力也是很可怕的。他對無論是2個人的感情，甚至是整個人的陰影。我之前的婚姻感情裡面沒有什麼冷暴力的狀況，可是我的家人反而很容易產生，就是自己越親的人，冷暴力的產生有可能是他當下可能不想要再跟你起衝突了，對，所以他就選擇關閉溝通管道。一方已經不想解決事情，他覺得我當下已經沒有能力再處理，所以我就關閉自己。但是對另外一個很渴望溝通，或者是另外一個想要解決事情的人，反而會陷入更痛苦，很多自我幻想，自己宇宙崩壞的這個情節。所以對於被冷暴力的那個人，其實是很大很大的心理傷害。我覺得我自己跟家人在冷戰的時候，我非常非常有感觸，所以我也可以想象，如果這件事情長達2年，對陳信妤而言是多大的痛苦。如果今天就算是性別對調，那個被冷暴力的人可能也會去自我思考，就是趙建明也有傳出說有曖昧嘛，不管他有沒有婚外情這件事情，因為其實他們說我們什麼都沒發生，是有欣賞別人。這個被冷暴力的那一方一定會不斷的思考說，在家裡這樣對我，不跟我講話，然後就是把我當空氣，可是在外面卻把你的溫柔都給了別人，那個是1減負1，就是2倍的傷害。你當下跟你的另一半已經處得很糟了，然後你又不斷的陷入自我幻想，那個其實是很大的心理煎熬。所以站在女方的角度，會站在我曾經經歷過類似的故事立場，我當然會同情陳信妤。可是其實如果我們今天換位思考，羅馬也不是一天造成。我當年離婚的時候，我一直陷入很嚴重的自我檢討，我就會覺得是不是我做得不好，怎麼樣。當然這又是另外一種層面的傷害。可是如果今天我站在趙建明的角色思考，當年他也算是一個權貴結合的婚姻。趙建明本來有自己的女朋友，是因為陳信妤喜歡他，就是好像被挑到了，他就把自己的感情都結束掉，然後跟陳信妤在一起。那在一開始就有這樣子的立場跟性格存在的話，他很容易就會變成屈就對方。何況陳信妤就是第一家庭的，所以也真的沒有人敢惹他。陳信妤應該一直都是算是家裡的 alpha， 我覺得啦。对，但因為我們不是當事人，我們也不能這樣論述。可是陳信妤的個性的確比較直的人容易變成發號施令者，因為他有話就直說。在這個情況下，我相信趙建明在多年來一定也有他的委屈。通常在感情當中有對象的那個一定會被大家認為是比較有問題，堅持分開的那個人也會在一般客觀的眼光當中覺得你要分人家是你不對，你為什麼不努力了？你為什麼不再嘗試？人家想要維持跟你的家庭，維持跟你的婚姻，想要孩子有爸爸，為什麼你放棄？我前夫當時也有一點
點點這樣子的狀況。那也看在很多我的親友眼中，覺得他很不對，但是我反而一直在思考說，是不是我有什麼做不好的地方？也許我不是一個好老婆，我不会煮飯什麼。我覺得這個都是事後造成我更大的心理傷害。所以無論如何，我會比較同情女孩子，因為女生就會有一個天性的母性在，就像她現在想要討回那個小朋友的基金一樣。但是爸爸覺得，我拿去轉投資啦，說不定我以後幫他賺更多錢呢。沒有人說誰對或誰錯，我們不是當事人，也許有很多細節我們沒有經歷，我不知道會不會撕到這麼細呀，我不知道會不會繼續歹戲拖棚下去。我現在這樣子看到鬧到這個程度的而言，我覺得已經有點半斤八兩。本來我比較站在陳幸妤那邊，但是我現在也覺得，如果用男性的角度去思考，當他覺得家裡已經沒有給他適當的尊重跟溫暖，也許他就會覺得外面的溫柔是他唯一療癒的來源。不要說他有没有真的出軌，但是精神上出軌，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討論的。就大家覺得精神上出軌算出軌嗎？精神上出軌是可以被接受，或者是不可以被原諒的嗎？回應情勒的方式，到最後受不了，是反情勒，就是冷暴力。反情勒也是一招，但通常会情勒人的人，你反情勒他更暴躁，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冷暴力，因為說不清嘛。情勒這種東西它也是一種家暴樣態，暴力其實很像，那它是相反，它是熱暴力，它是情緒上的熱暴力。情勒它是很攻擊性的，被攻擊的人的難受程度不亞於冷暴力回去的。我對情勒還蠻反感，因為我覺得我一輩子都在被情勒，我負了很大的責任在各種地方。我甚至會情勒我自己，我覺得說，哎呀，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強迫自己去接受可能自己不見得能接受的事情？在很多地方是這個樣子。不要說職場，家庭也是，對，有很多東西我們都是強迫自己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從小被教導就是要很有責任感，我是長子，尤其那種南部闽南的那種長子的文化，就跟爸爸之間的衝突，那個都是多層次複雜性一輩子，他沒有什麼可以解的。我到很晚近才跟我爸關係真的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也是隨着他的個性的變化。後來他退休之後就好多，在他退休之前，甚至是他剛退休的時候，還是有很多的衝突，多到是有肢體衝突。我爸对我要求非常嚴格，但是對我的支持極其有限。我覺得很多傳統父母都會有這個問題，他們也許不是不支持你，可是他就是要講最難聽的話，讓你有警覺，對當事人是打擊。不會是支持你的，但是你又要負很多責任，所以養成我一個性，就吃最多的苦，然後擔最重的擔。其實，在兩人關係裡面也都會出現這個狀況。前幾段關係都是撐到最後，其實已經知道基本上已經是快不行，然後最後還是對方提，你還死撐到最後，然後變對方提。因為這種個性很容易就變成情勒的對象，因為你吃責任，情勒能成功就是你得吃責任。那因為你吃責任，所以在一段關係相處當中，你就會變成是責任的跟進者，那你就很容易變被情勒的對象，就會變成說，在一段關係當中，它的穩定性其實是靠着你死吃很多的情緒，影響到我覺得我對感情的理解有很大的問題跟出入。在一段關係當中，你會覺得說你付出了很多，但我不否認對方都付出很多，但是你會覺得很痛苦，到最後你不知道你是基於這個責任呢，還是什麼原因？就是你就困惑，因為你被制約了嘛。那你可这個解了，又會再下一個，它是不斷在延伸，或者就是平常真的非常冷淡，它會反覆的出現在你的生活上。看到一個報道說，陳幸妤要找趙建明，還要透過兒子，其實這個是蠻嚴重的。對，他們肯定非常嚴重，很嚴重到是無解。所以關係裡面，其實我在看第一個趙建明跟陳幸妤這段婚姻就非常不健康，他們的長輩所犯的罪孽，其實是他們這個家庭承擔最多。因為陳致中他沒有承擔到什麼，他弟弟啊保護得非常好，而且他常年在美國。陳幸妤承擔了大量的壓力。趙建明一開始我也想做駙馬爺，不管怎麼樣，我相信他們曾經恩愛過了，不然不會生3個了。如果我們調了一些資料畫面出來去看呢，開始媒體採訪趙建明的時候，他講話是有粉紅泡泡的。周刊還寫了好幾篇，就趙建明什麼還想當台開門神，因為陳幸妤說過，趙建明心裡認為他是替扁家坐這個牢，後面的不公是到蠻嚴重的程度。從結果來看，扁家是個犯罪集團，事實是如此嘛。他的兒子也被判洗錢啊，他的媳婦當時也參與陳致中在美國洗錢的行為啊，是他們用了一些巧妙的辦法，因為現在庭審了，所以沒有辦法再審。正常來說，吳淑珍跟陳水扁現在還在牢裡面啊。我們從刑法來看的話，扁家是個犯罪集團嘛，包含從扁家去給錢，為什麼陳幸妤那麼不滿？我們家撈那麼多錢來給你們選舉，你們難道不知道嗎？就陳幸妤眼裡面，民進黨是個犯罪集團，那這個犯罪集團裡面為什麼最終是他們家來付這個代價？那從趙建明眼裡來看，為什麼最終是我這個女婿跟我爸爸來坐牢？你知道這就跟心態的出發點有很大差異。其實這種情況我們常黑道的故事裡面聽到，就是大哥做了什麼事情，然後找一個小弟去頂罪，一定不是大哥進去，當然也有大哥進去的這種。通常
常狀況發生的時候，小弟會得到很妥善的安家費，或者是他全家會被照顧得很好，所以他也許不会有那麼大的怨言。最關鍵的是什麼呢？這位小弟是把大哥當老闆，他在替老闆工作，即便是去坐牢，他都是在替老闆工作。可是赵建明是女婿，我是家人，我是 family， 我是因為愛而加入這個家庭，我不是為了找老闆加入這個家庭，除非他從頭到尾就設定好自己的主題。我今天成為駙馬，就是因為我要把他們當 boss。從他們現在吵架的樣態就知道他們的感情糾葛很深吶。講白了，他們有1億元的保密條款，2個人都沒在管的啦，扯皮到天上去，就代表一件事情，两邊对情感都有他的怨念，但是他們又得換算成數字。感情最難做的事情，感情是無法被量化。我可以比較理解陳信宇的恨，不是說哦還很在意這個男，不見得，而是說我付出了好多，我被騙得好慘，甚至我的青春跟我曾經這麼努力都沒有得到任何回報的這種怨念。对，女生是這種的怨念，所以才会觉得沒有地方去發洩，只能夠靠你問我什麼我就講，我不想要再粉飾太平，我不想要再替對方掩蓋什麼良好的形象，因為我有太多的怨念，我可以理解陳信宇的那個心情，就是我的另一半並沒有認可我對這個家庭的付出，任何一丁點好像都蕩然無存，很大的傷害，是他怨念的來源。發現原生家庭帶給人的傷害，或者是那種導向，他強大到不可思議。這個冷暴力是來自於趙建明已經對他不想再忍受了，但是他又拿他沒轍，他就拒絕你情勒我，那我放下行了吧。生出他為什麼在精神出軌，因為他把他作為一種精神寄託，他沒有出口。相信孩子都是在複製、印痕、複演父母曾經發生的事情。你這樣講，我蠻贊同的，因為孩子會當他看到他自己的爸媽，這樣子的溝通是行得通的，那我也這樣子好了。如果今天吳淑珍也是一個很會 PUA 的人的話，我相信陳信宇在家應該也是差不多的。趙建明的家庭觀念應該還蠻強烈，因為你看他到這麼大年紀，他爸爸還是會要求他兄弟要一起工作啊，一起 share 診所啊，兩個都是醫師嘛，他們都50了耶。他的過世的時候差不多吧，就是這個年紀，他的父母竟然還是希望說他的弟弟該怎麼做啊，兄弟該如何去合夥。弟弟叫趙建勳嘛，這趙建勳為這事情就跟大吵啊，弟媳之間大家也會為了金錢啊，為了經營啊，各種方向。趙建明概他的邏輯啊是很清楚，婚姻當中他就很容易認為那個情勒方，他又是大哥，然後他又被關。當初他出來的時候是他弟弟親自去接他的哦，這個家庭非常不健康。其實也很好奇一個心態，就是簽保密協定這件事，這是一個防範的心理嘛？這過程肯定不開心，但是最後結果達成一個基本的平衡，提醒彼此要珍視現在好不容易重新得到的平衡，這也是一個互相保護的依據啊。因為我聽到好幾個你這一輩的都是大家都是淨身出戶，或者叫什麼兩邊直接切，權利義務啥都沒得管的，啪切斷再說。只有孩子會協調一下，其他的東西大家就是各安各的，婚前誰的就誰的，沒有什麼很精確的協議。但是問題就在於說，開這種司，包含陳信宇跟他要那2800萬，講白了，情緒上下不去，透過一些數字轉換來做一定程度的消化。那你覺得夫妻之間應該要先把錢財算清楚？建議大家在不管什麼關係當中，你可以讓對方知道財務的狀況，因為這是要增加彼此的安全感。但是你不要讓對方涉入你的財務，因為你只會制造更多麻煩。那有些人是這樣，他知道你的財務狀況之後，可能就會覺得說，那你應該分我什麼？那你就要好好考慮健康的關係嘛。現在蠻多人會簽什麼婚前協議這種東西，我其實蠻支持，最好是都簽清楚一點。最大的傷害來自不清不楚。我覺得現在他們就有點變這樣，也許他們當初為了想要弄清楚，所以弄一個基金會，結果現在也是落入了一個不清不楚。但的確，我覺得這又是一種類 PUA 了，就很多夫妻之間會覺得，哎呀，我們這麼相愛，誰在那邊計較錢啊？你的錢就是我的錢，我的錢，這也是一種 PUA。常見的這個兩性關係，不要說是夫妻，兩性關係裡面，如果男方為了表達對女方的疼愛，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的薪資都交給對方去打理。孩子是你負責拉還是？完全都是我。因為我前夫是只有回台灣的時候，回憶到酸楚的時候，當我孩子比較小的時候，就是我自己帶着他出门啊，或者是自己照顧他的時候，我看到別人有一個爸爸的角色在，無論是出去玩牽着小孩，或者是幫忙分攤推嬰兒車，甚至很多爸爸會把小孩子背在自己的肩上，那個 moment 其實不是只有一點而已，是很痛。時隔很多年了，你依然會有一種感覺，就是感嘆。當你孩子在這一代關係裡面的時候，你的感嘆可能會更多是孩子在連結，就會在放大你的感嘆。我還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小，但是現在我女兒完全不會想這件事情。她還曾經抓我的手去牽爸爸的手，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很難過。我難過的原因不是我跟他分開，我當時我也沒有覺得我們有可能在一起，不可能，我就認清我跟他就不合適。無論他有沒有外遇，我們的個性也不合。心痛的原因是孩子有這樣子的期待。我兒子才會問我說：“啊，那我今天要不要回新家？就是他們現在跟媽媽住的那邊。”他說：“沒有，爸爸要忙。”就是說這個情緒他一定有一些誘因，所以這裡面就其實一個溫差就很複雜。我相信陳信妤如果以媽媽的心態來講的話，是為了孩子這麼想。我自己的心情已經離婚了，但是他們其實才剛離婚，我覺得1年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個人經驗是，離婚第1年其實很痛，然後一想到過去，然後一看到那個別人夫妻家庭美滿的樣子，別人全家一起聚餐，或者是有老公可以去商討生活中大小事，甚至你看到別人打通電話，你心裡都好酸。也許你打電話回去跟老婆報平安，說：“老婆，我今天晚點回家。”然後我的感覺就是我都沒有這樣子的對象。第1年根本不覺得那個第1年是已經在離婚狀態，陷入一種比較，你會跟身邊所有的事情做比較，別人有老公的，有老婆的，有家庭的，有孩子的，那個都會一直不斷的在刺激你。法律上離婚，心情沒有，他還陷入這種痛苦當中。我感覺趙建銘他是比較適應這件事，因為他早就心死了嘛，冷暴力2年，無論是親子之間也要溝通，夫妻或者是情侶都是需要溝通。然後就回到那要看对方有沒有要跟你溝通。產生這個果的時候，他通常會出現一個狀態，被外遇立法，為什麼會這樣？但是事實上，那個裂痕遠早以前就產生，不能排除有一些人就抱着嘗鮮刺激，也有這種人，渣男。但是渣男有樣態之分，有邏輯之分。你如果只是單純就一槓子就打過去，那你就沒有辦法去理解那個概念。我覺得有一個人可以9把刀，他後來跟周晴雨結婚他倆感情超好當年我們大家都是跟着罵9把刀，但是在多年之後，他還是周晴雨陪他的時候，我突然一個理解，爆款作家之後，他的地位生活改变的時候，就形成一種新的樣態。但這個樣態小內是拒絕的，因為小內並沒有因為他就開始改變自己。多年之後去看9把刀的時候，突然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你喜不喜歡這個人是一回事，但是這個例子是很有意思，跟不上他的腳步。對，所以他們又再試了一次嘛，但是後來還是依然還是不行。在趙建銘心裡一定有心情啊，趙醫師以前你是第一女兒，那你現在是不是該尊重我一點？如果以他媽媽的那個樣態，那陳水扁那一輩的人吃這種苦。而且你看，護理師的確會是一個尊重醫師的角色。然後無論如何，護理師都是配合醫師的。趙建銘跟這個護理師相處的時候，一定會感受到滿滿的尊重，活得像個男人了，情緒價值。對，我覺得他都有得到情緒。對，我覺得我們今天絕對不是要幫趙建銘辯護的事，我們就分析這個樣態就知道，陳信妤的外顯性格，顯山顯水嘛，而且到現在依然如此嘛，他沒有改變嘛。在這個傷痛期過後，再去回首看，自己覺得，老實說，我現在再回首去看我之前的婚姻，我都會覺得一切是最美好的安排。我真的是這麼覺得，就是你當下會很痛苦，然後也會很不解，對人生產生很大的問號。可是當你過了這一段傷痛期，然後再回頭去看你曾經走過的那一切的，其實老天爺安排一切都是很有藝術感的，他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在一些點上讓你發生這些事情，但回頭你得到不同的人生歷練跟經驗，講難聽也叫人生的教訓之後，你下一段你會過得更好。離婚之後這麼多年你都沒有再婚，原因是什麼？我沒有到想要再結的心態，會覺得很多意願，反而是在婚後，我的確有遇過很想結婚的對象，把結婚放在前提的那種，我反而都怕怕的，因為我會覺得2個人一定要好好的認識彼此，無論有沒有要再結婚，可是你一定要好好的認識彼此。但假設你要再結婚的話，我就是要確定我自己不會再離婚，我才會再敢結婚。觀念不見得是完全正確，因為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是結了好幾次婚，對，好了 ，OK， 然後就是再結看，然後不合適哦，再繼續結。但是我當時是全心全意把小孩放在第一，如果我沒有辦法確定我小孩在一段再婚的婚姻當中能夠得到100分的幸福的話，我就寧可選擇不要。對，因為女生會更在乎這個。对，因為我家庭其實也給我女兒滿滿愛，我的爸爸媽媽，然後甚至我前夫的父母，兩邊的阿公阿嬤，其實都還是很疼愛這個孩子，所以我會覺得他不是缺愛，只是說我們大人會覺得要給他一個完整的家。但什麼叫做完整的家庭？有爸爸有媽媽才叫完整的家庭。他如果能夠得到他該有的愛跟資源跟支援的
話，其實這小孩一樣可以成長得很好，反而你必須要擔心他會不會被寵壞，因為兩邊都有一個彌補心態，想盡辦法去寵溺這個孩子，所以這個反而是我比較擔心的。話要說回來，可是如果你再婚了，或者是再進到一個重組家庭，你必須要確定這兩邊都可以對我的小孩好，我才敢去做這件事情。我不希望讓我的孩子变成次等公民。不管哪一段婚姻，相信大家都是会觉得没有人想離婚。一旦離了婚，不是天崩地裂，是一個全新的開始，要這樣想。就是你會更加的去面對你自己，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对方是個什麼樣的人，那你未来想找什麼樣的人？就假設你可能有對象，那你也會更加的去審慎分析。他這個比分手還深刻，就離婚這件事比分手深刻挺多的。因為分手，即便在一起很久也很痛，但是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差異，強度上的差異確實差異還是蠻大的。那你就會更加的去審視自己到底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人生成長的過程，從婚姻到親子都是很困難的課題，還有你自己的親子，你跟上一輩的相處。